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节目现场。好，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到啊，就是美国的一个蛮震惊的画面哦，也就是美国的战机撞毁哈。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是美国的爱德荷州哦。好，我们看到这个空军基地17号的时候，他们举行飞行表演，所以马上看到了2架战机在空中是距离相当近，就突然撞上了另外一架战机，那冒出了火光之后，你看到吗？有4具的弹射伞出现在空中，那战机随后是急速的坠落地面，巨大的火球哦，直接是黑烟冲上半空。好，机组人员安全的落在了附近的地面。好，所以呢，这个画面哦，实在相当的震撼哦。所以呢，当地媒体也说啊，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EA-18G 型的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哦。那事故的原因哦，还在调查当中，那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这画面实在太惊吓了吼，那怎么会2架的这个飞机直接撞在一起呢？好，那还好啊，这个4个人是马上的弹射出去。好，那这个 EA-18G 这个咆哮者是美国现役主力的电子作战机，主要的任务包含的是电子的干扰，还有防空压制以及战场电磁作战，平时多由美国的海军来进行操作。好，所以如果它是现役的主力电子战机，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到底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大出包？好，那中国呢最先进的093B 型的核潜舰呢，说现身在旅游海滩附近，说罕见的踪迹暴露了北京海底力量的转移。好，那当然就是要跟美国来进行对比嘛。你看中国大陆现在有一段罕见的影片也显示说分析人士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新的093B 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出现在了南海旅游的海滩附近，引发了关于北京迅速扩张水下能力声学隐身技术突破了以及南海军事态势的一个辩论。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相关的画面也曝光了。那甚至在中国这边有解放军大家之前有特别提到了核舰。好，那这个核舰呢，是不是宣传是核舰？好，一个核舰是这样的字，一个核舰是核潜舰哈。好，那当然现在中国大陆首艘的核动力航母船2027年下水。好，这是根据多方的消息还有大连、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工程进度。现在专家是推测第4艘的航舰最快可能就是2027年会下水。这就会标志着中国大陆正式突破了常规动力的限制，进入了一个全球远洋核动力海军俱乐部。那中国大陆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解放军报》也都提到了，航母不是摆设，是国家意志的延伸。那随着航舰核动力时代的开启，就可能让这个打破了亚太地区既有的海上力量平衡。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军机有相撞的事件但是中国大陆这边也是努力的在进行核舰的宣传这2个一比拼，就会觉得说这个目前看起来整个区域的局势似乎真的有些不一样了。好，那当然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川习会因为呢现在大家就提到说好像在川习会当中，川普都没有吃一口中国的食物这是反紫光骑游团的成员徐美华就提到说，除了丢掉中方物品之外晚宴上川普没吃任何中方准备的食物。他说整个川习会简直就是谍对谍的情报电影真实上演。好，那大家也很好奇说目前美国到底在中国这边拿了什么带回美国呢？好，那现在川普就讲说我们没有谈关税他们正缴纳可观的关税，但是我们没谈。所以呢，也有特别讲说白宫有讲到川习会在中国大陆承诺每年采购美国农产品是170亿美元，但在关税问题上面是只字未提。但是像《纽约时报》就觉得川习会凸显的就是实质缺乏这个协议，那也凸显了川普的魅力外交局限的风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中国行程，那尽管他不断的高调赞扬他跟习近平建立的私人情谊，但是《纽约时报》指出双方在中东、还有贸易以及台湾等关键分歧上面，几乎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实质协议，
那这场峰会是缺乏实质内容，流于空谈。好，那纽约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这个夏伟他就说我们看到的是川普的一厢情愿。那目前呢，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会面之后，因为美国也带了这个企业家去，大家就会关注黄仁勋，因为他是最后才上飞机的。那黄仁勋到底去了去了中国之后拿回的什么？现在有人是觉得他随了川普去访华，结果没结果。所以呢，这辉达的市值一夕蒸发了1700亿美元。也就是为期2天的川习会在15号落幕，那相关的核心议题好像都没有取得实质的突破，所以这项利空其实呢就引发了市场的失望性卖压，导致辉达的股价从高档重挫超过40%。好，那辉达的市值一夕蒸发了1700亿美元，大概是5.3兆台币。好，那我们还要看到就是除了黄仁勋，大家也关注接下来还有谁要到中国去就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前总理李显龙。好，时隔1年半再度以国务资政的身份来访中。那据新国总理公署文告说，这一行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地方层面的联系。好，那李显龙在18号的时候启程访陆5天，那行程大家也很关注。那看到他在广西期间会跟当地进行实地考察，那更好的了解广西作为连接中国跟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在推动中国一东协跟东协之间的互联互通方面扮演的角色。好，预计在上海期间呢，李显龙会跟上海市长龚正来会面，同时他也会在上海参访相关企业，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的情况。好，所以目前看起来整个态势在这个第一岛链的部分，大家也很关注。那现在呢，最大的就是因为这个美国2个战机撞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因为画面已经出来所以也相当震撼。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已经来到现场，亮哥，这个偏民主党的媒体大部分都认为川普没有什么成就就是说，因为我是教谈判的因为川普几乎接受了中国大陆的谈判框架，比如说刚刚白宫刚出了声明说川普愿意跟习近平共同接受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白宫就直译把中文翻成英文，这坦白讲还蛮罕见的。那川普在现场都是讲 G2 嘛，我觉得这个局是这样因为本来就对美国非常不利了，因为你有求于人家嘛。那刚刚也公布了，美国贸易署说中国大陆要购买170亿美元的农产品据我了解，那个2500万吨的大豆大概就是100亿嘛，所以大豆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另外屠宰场有400家嘛，那中国大陆也愿意让他们进来做配合了。因为你要把莱克多巴胺弄掉所以我觉得陆续你会看到一些数量公布了，现在已经开始了那川普自己讲了嘛，说波音200架，那如果进展良好，中国大陆说可以买到750架，这川普自己讲的那结果波音的股价大跌5个百分点因为之前都在宣传说500架其实辉达这个也一样因为辉达美国自己宣布嘛，说中国有10家企业可以购买 H200，所以涨了4.6%嘛，那这个本来就假新闻嘛，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不会买嘛，那你美国自己涨现在没有了，然后又跌下来，回吐嘛，这个只是面对真相而已早就知道不会买嘛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希望中国大陆给你订单，希望协助你解决伊朗的战争的和谈问题所以你怎么可能叫人家跟你签什么协议干嘛不可能嘛。所以我坦白说中国大陆也是掌握到这个机会所以把台湾问题拉得非常高嘛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要建立一个架构，只要台湾问题中美有进展，那其他问题的进展都不是问题
此时不谈更待何时嘛？就是对他筹码最多的时候嘛，那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川普是接受了，而且最近他那个媳妇也接受访问，那个拉拉，他说川普是这次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习近平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拉拉讲的所以我认为川普心里真的认为他跟习近平谈的够多了啦，那觉得现阶段他们应该以合作为主那所以未来有关台湾的议题我实在很难以想象他可以不经过跟习近平通电话啦。所以军售的问题我认为可能会无限延长，他搞不好根本连提都不提了，删减版也怪怪的，那干脆就拖吧，拖到9月24号之后再说吧。对，因为马上9月还有邀请习近平夫妇到这个华府这边去。好，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因为这个战机的画面蛮惊悚的那当然，因为这是美军的现役主力电子作战机，很多人说到底美国出了什么事情？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表演飞行表演，所以他们的这些特技人员他们一方面是高度自信，但是他也凸显出几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机械飞机的操作的机械，很明显的比歼10C的操作机械的能力更差。我还记得我跟几位我们的空军的同学，他们是飞行员，而且是台湾非常资深的飞行教官他们是专门编写这个我们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操点他们就有在观察，他们发现歼10C本身的机械操作力在目前来讲，可能是全世界最灵活的。也就是说，它几乎完全没有 gap， 就是没有任何间歇性的东西。它飞行员的操作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但是，一般的美式的飞机里面，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就是会慢一点点。那你想，当他们要做一种特技的表演，要贴得很近，因为过去在歼10C在做特技表演的时候，他们曾经多次的贴得非常的近。所以，对于美国的飞行员来说，他们也想挑战中国的这个飞行技术，贴得很近，贴得很近。你想，如果说气流变化了然后它本身的飞机的这个机械性的反应比较慢一点，那你这个飞行员的操作就稍微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看就撞在一起了，就擦撞了。这一擦撞速度又那么的快，那当然就马上就出了问题，就马上失速了。还好这个自动的弹射器把这个4位的飞行员都马上弹出去，我们都在看到4位飞行员的跳伞都顺利回来，所以有发生意外，但是这代表飞机的性能在灵活度这个部分，中国大陆的歼10C为什么您看到巴基斯坦这次打得这么漂亮跟印度打得这么漂亮？那我觉得这个跟这个飞机性能是有关系的，这也构成了这个为什么海湾国家还有东南亚的国家，他们对歼10C都已经抱持了高度的兴趣，都去看，甚至在这个深圳的这个航空展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堆的这些高阶的军官全部都贴近去看，因为他们想要了解这个性能怎么会这么好我想这是中国的一个品牌了，他们也，但是你想歼10C可以做成这样，那不是那个隐身战机的话，它本身这些工程师的转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他们对于隐身这个歼35或者是歼20，我觉得他们的操作性能也是非常好。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093就是093核动力潜舰 B， 它会浮上来，就代表095应该已经出来了。我的推断因为095一直是一个传说，它是攻击型的潜舰，那095它的吨位更大，它的作战力更强，它也都是核动力的。而一般来说的话，095它有8管鱼雷，有24具垂直发射。而它这个垂直发射可以攻击什么呢？例如说，它可以装载这个鹰击21，鹰击21它本身是超音速的、超高音速的导弹，那它的弹头都已经高达800公斤到1000公斤1吨。观众朋友，弹头1吨那是打什么的？打航母用的。所以也就是说，鹰击21是用来打航母的。那中国大陆把093浮上来给你看，就代表它的095应该已经出来了。目前它预计至少要造8艘，那就代表它的整个航母战斗群、核动力的航母战斗群是在未来的趋势中已经一艘一艘在完成中，或是一艘一艘在规划里面。
他在告诉一些讯号啦哈。好，顺丰委员怎么看？任何表演式的飞行出意外啊，都不是意外。任何表演式的飞行啊，出意外都不是意外。包含我们的雷虎小组也曾经在国庆点上都出过意外啊，所以这种特技表演的本身，它的风险就是很高。我们只能期待大家都平安了，只能这样讲。第二个呢，就是在中美会谈之后啊，这一次我看得出来，大陆对川普的处理跟17年完全不一样。17年的大陆是采取大家这么讲好就算数嘛，我通过给你了，讲好都算数，结果呢算了数回去以后，发现有人会出尔反尔，就完了。所以老公这一次你会注意，可以谈很多，前面先把框架谈好，这6次的会谈，然后呢，你可以谈很多，那我呢，看你的，我逐步释放。以前就是讲的就算嘛，是 OK， 这些我都承认了，但是我逐步释放，因为17年被怕到了，所以各位只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在最近会不断的释放很多正向的能量，但有时候这个正向能量对台湾都非常的不正向啊。然后呢，大陆这边也会因应的就这样子不断的提出它有利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啊，这个什么环紫光什么东西的我不懂，说什么在一口都没吃有没有？厉害啊！这个厉害，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真好啊！全世界只有我们看得到啊！没有，如果他不吃，他没有口福啊。不是真的好吃啊！不管好不好吃，基本上在国际场合里面，除非很大的情况，否则不会了。这是一个礼貌，国际性的礼貌。至于上了飞机东西不带啊，这有可能，因为这是灰安。这是真的，这是灰安，这是会，不是真的而已，这是事实上历史被监听，历史也如此啊。安全问题了。对，是安全问题，所以那个是标准的，不吃是假新闻啊，那个呢丢掉东西真的。至于啊，这企业家跟着一起上了，大家说，哎呦，去了要谈什么？不会谈什么，理由很简单，他们才有多少时间？扣掉所有的仪式行程。那私底下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基本上一个重点，上飞机的本身就是一种身份，上飞机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以后他去谈什么事情，我是上空军1号的，这个才是一个焦点。将来谈判也好，谈事也好，这才是一个分量。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好。最后一个呢，这个新加坡的关系、中新关系是要重开机了。要 reset 了，因为被黄的双城仔弄坏了，弄坏掉了，没错，所以要重新再开机，不开机是麻烦。所以李显龙去是要修复一下关系的，重开机。好，所以看一看这现在的局势哦，可能没有办法像报道讲的哦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要深入的去探寻到底在说些什么样讯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这个川习会的一些状况哦，但是呢，这个川普回到美国之后啊，他前一天不是也才有发文说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嘛，用 AI 来做，好，现在哦，竟然化身为这个 James Bond 哈，我们看到这是白宫发布川普007情报员的照片。好，那可以看到，这后面这个背影很明显就是川普嘛，他化身为虚构的情报员 James Bond 的风格图片，好，搭配着本届政府的这个标志性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好，很多观众可能会不知道说，为什么突然要用这个007情报的照片呢？主要是因为007他的新电影要海选演员呐，那当然白宫就趁着这一波来把这个川普变成 James Bond 好，那看到了川普有发文警告，那当然还是在讲伊朗的问题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就会一无所有。他说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你们最好赶快给我行动，否则你就会一无所有，刻不容缓。呛瞎伊朗。好，那美方呢也向伊朗提出了和平协议5项的要件。我们看到，就是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所说的他报道说，美国有提出5项条件，分别为美国不会支付任何的赔偿金，
好，还有伊朗必须将拥有的400公斤浓缩铀全数移交给美国，还有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只能限制在单一组运作。好，还有美国所释放的伊朗冻结资产的比例将少于25%，以及暂停所有方面的敌对行动。那前提就是要重启谈判。好，看到了第一项、第二项就绝对不可能。这浓缩铀要交给美国，伊朗怎么可能呢？好，那当然现在整个美伊的谈判是陷入僵局，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德黑兰也有特别的说我们已经准备好重新的面对战争了。好，这是伊朗的外长阿拉奇他说我们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如果外交协商没有办法达成可接受的结果，伊朗就准备好要恢复跟美国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那伊朗过去数十年早已为了各种制裁跟冲突做准备了。好，有人认为伊朗也是这个花了40几年都在准备相关的因应那这一次呢，看到川普还是有警告伊朗说时间不多。那美国媒体是预料在19号可能会讨论这个军事行动的选项。美国媒体是根据了2名美国官员透露说，川普预计在19号在战情室跟高级国家安全团队要举行会议，那讨论的就是军事行动的选项。好，那目前看到美军确实也有在做一些准备，包含呢他们有双航舰坐镇，以工代防来反制伊朗的无人机。那也就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目前在海空以及地面部队有一些最新战力的部署看起来好像是进入到了临战的状态。好，我们就带大家来深入分析，包含是海军双航舰坐镇。那目前呢，中东水域由林肯号还有最新接替的布希号双航舰打击群维持警戒，要配备最新型的 F-35C 的隐形战机跟数十艘的神盾级驱逐舰。好，那之前福特号也在但是因为福特号真的是服役太久了，所以它已经回航了。好，那空军呢，现在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作为 B-2、B-52 战略轰炸机的调度中枢，那大批的 F-22 猛禽跟 F-15E 的打击鹰战斗机也已经进驻到以色列、约旦还有沙烏地阿拉伯的前沿基地。那在地面跟特战的动员上面说大约有4500名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跟第82空降师已经抵达到中东战区，说精锐的三角洲部队跟海豹部队也已经在前沿集结，准备执行突入伊朗敌后来夺取浓缩铀材料以及斩首革命卫队指挥所的秘密任务。哇，看起来真的是蓄势待发，但急架无亚宝。我们等一下问一下专家。好，那但是美国的海军舰艇目前位在伊朗海岸附近，那一群航空母舰跟护航舰艇以半圆形都部署在阿拉伯半岛的周围。好，所以大家就觉得整个战争的讯号蛮强烈的。好，那美军不惜自曝 SSBN 的核潜舰位置。好，对伊朗展开核威慑强大的战力。好，那这个呢，就是2害2级的战略弹道飞弹核子潜舰，叫做阿拉斯加号。好，它抵达了西班牙南部海岸附近的关键的战略咽喉，就是直布罗陀。好，那专家就说这次蛮反常的，是自我曝光行踪，就是有一个强烈的军事信号，那就代表说他们正在密切的筹划。可能最快在下周就会重启对伊朗的大铁锤行动，那军事的打击有一些高度的关联。好，最后我们来看伊朗的部分他现在呢依旧是批评美国还有以色列，说用谎言来为战争找借口。这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说正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那并透过对伊朗发动无端的军事侵略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那现在伊朗好像还有一个王牌就是海底电缆。那因为说可能会像海底电缆这些收费，就会引发一个数位灾难，那威胁 Google、微软等科技巨擘，暗示如果不从就把网路来切断。那川习会之后，现在伊朗也任命国会议长为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好，那这位卡利巴夫国会议长呢，他其实之前也担任对美的间接谈判代表。好，那他现在被任命一个新身份会协调跟伊朗国内不同的部门，还有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的合作。好，也被视为是另外一个伊朗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状态。好，我们看到了开始的 James Bond， 还有川普呢，觉得这个伊朗要赶快行动。那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打伊朗在即？我们问亮哥。
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啦。就是伊朗并不是都不让步啊，结果你美国是现在摊出来的完全比原来还强硬的主张，哪有人这样搞的？伊朗已经让步，说要让国际原能机构进来，然后监督他把那个浓缩铀降低浓度，他已经接受了哦，可是他不交出来，交给美国更不用讲了，哦，美国是说不然你交给中国也可以。中国不要嘛？你不要忘了，2017年是交给俄罗斯，就你美国现在的方案是你交给我，就不可能嘛。那除非你打赢人家嘛，你又打不赢人家，结果提出来的条件是对方无条件投降，这不是做梦吗？我刚刚看那个布兰德原油期货又涨到110了，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坦白讲，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明呢。我们通常谈判如果是僵局哦，那你就在14点里面找一点可以突破的嘛。那如果他都愿意让国际原能机构进来了，你为什么不答应这一点？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破，那其他可能就会开始拉动。谈判都是这样了。那你现在是固若金汤啊，坚壁清野啊，那你就强硬好了，准备作战嘛。你又不敢打，你那个一大堆部队，各种航舰来又怎样？到最后又是炸一炸。其实伊朗有炸的对象，并不是没有哦。那海湾国家又要辛苦一点，因为谁叫那些机构都在阿联酋啊？我讲的是数据中心啊，是。那边有很多美国公司啊，可是这样搞没有意义嘛。所以我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巴基斯坦，美国的主谈者不知道在干什么，怎么谈了那么久，结果美国的主张比原来还要硬，你不觉得这种有点荒唐吗？那你这样搞下去，怪不得伊朗也要讲硬话了，都准备作战了，而且他就会不断扩大范围嘛。我不只炸数据中心哦，我如果心情不好，连海底电缆都做破坏。哦，海底电缆，我跟你讲，那个麻烦死了。他如果真的炸一个地方哦，你光是来诊断确定位置，因为以前发生过3个月，那国际网络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对啊，因为那个地方的海底光纤是来欧洲跟亚洲不可思议啊！对啊，所以现在又是一个网路比马路更重要的世界哈，所以如果这个海底缆线一旦有问题的话，恐怕而且那个修复非常的麻烦，因为你会不知道哪里断掉。对，你看亚洲真的是很常受害哦。好，赖老师怎么看？您提到网络的问题，它不但涉及到通讯，它也涉及到金融，涉及到买卖，涉及到所有的全方面讯息，对，所以它会造成全球股市的一片漆黑啊，因为那个地方的交通枢纽太重要了，所以伊朗并不是手中完全没有筹码，其实一个封锁赫尔木兹海峡已经是够呛的筹码了，他现在已经暗示你说海底电缆我也可以切断，那你一旦被切断，你不管你去搜索诊断，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是在伊朗方那一段的话，你如何能够搜索诊断？你的船能够进得去吗？你能够安全的在那个地方去寻找那个断点，然后想办法把它接起来吗？接要花多少时间？你要重拉要花多少时间？这个都是我们不敢想象也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如果说它一旦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地球啊一个黑暗的一天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已经弄到这个地步了，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完成这个样子。这难道对美国没有伤害吗？对美国伤害也是很巨大的。它不只是对伊朗、对中东，其实对欧洲、对美国的伤害也大。好，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用政治、用外交谈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那彼此之间就是寻找突破点，或者是寻找这个退让点嘛。但是问题是，双方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没有要让的一个地步，都没有要让的一个意识的情形下，你只能采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又采用军事威胁，也就是说威胁你，
我已经会给你永远后悔的这个时候，那这句话已经，你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讲过，你突然间讲了，然后你说到做到，大家会害怕。可是你一天到晚讲，他现在是放羊的孩子啊，对，那大家就不怕，那伊朗也不怕。可是不怕的时候，大家又担心你如果真的做了，那又会怎么样？所以就造成了股市也又开始动荡了，油市也开始动荡了，大家都担心说，如果你疯了，你又做了，那会怎么样？好，那我个人是认为说，现在的情况是林肯号航母还能撑多久？它2月就过去了，2月、3月、4月、5月了。那一般来讲，到6个月左右，你尤其是在高强度的执行任务的情况下，6个月对士官兵来讲，那个精神拉到最高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根本也没有多少航母可以调度了。好，顺峰委员怎么看？看得出来，在美国仍然继续往一个极度施压的手法。那极度施压的结果呢？假若你只有威慑力没有毁灭力的时候，就是放羊的孩子。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凸显你川普是一个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你或许制造了问题，你解决不了问题。是，当你给国民感觉到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一项、两项、三项的堆叠。比如说，现在油价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现在呢，整个的国债啊，这个30年期的那个利率飙高到5点多的时候，你解决不了。然后说所有你面对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都无能开始被定义的时候啊，那你就垮掉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伊朗目前的情况是一个顽强的抗美，他虽然顽强，事实上他活的时代也很痛苦的，但是呢，他已经从顽强的抗美当中，已经学会了一套被施压下的生存方法了。比如说，你给他制裁这么久，那我怎么活下去？我的民生用品怎么来？我每天的 income 怎么来？过去100块，那现在30块、20块，我能不能顺利的来？另外呢，我对这个海峡的封锁的结果有没有效？我封锁的能力能不能达得到？这一些等等都显示，他一个顽强的国家，他却能够生存下来了。而在生存下里面，当然有俄罗斯的资源，当然也有中国大陆的资源。那这两个共同撑住它的情况下，它是活得苦，但是它不会活得死。可是呢，你美国你会死的，因为你的10月中啊来了，那个时间的压力是够你呛的。所以有人就讲，今天中午有一个聚会啊，大家在讨论事的时候就谈，美国的总统是没有能力、没有领导力，这个大家已经确定。那问题是你用的人是谁呢？雷根最大的特点，你没有人认为他有多大的能力啊，但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美国最成功的总统之一。那是你用的国务卿是什么样的条件？你用的作战部长，这一次作战部长赫克塞斯去了，好像没有他的存在一样。你有没有注意？本来还说很罕见，要干什么的，好像就被他，因为你真的没有能力上国际大场面去跟人家谈这一些很扎实的事情。这等点呢，还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好像没有了，不见了。就是卢比欧啊，不，就是他兼职，他兼不见了嘛？他兼好多工作就不见了嘛。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最好美国真的不是见好就是说，找个楼梯赶快下，否则他会很惨。国安会大量裁员。对，这个楼梯我们已经帮他搭了好几次了，他就是不肯下，好，我们也没办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个是。好像有人最担心中东的战争会不会升级成核危机呢？好，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讯息，包含是中东的战火首度逼近了核设施。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境内唯一的核电厂17号，好，你可以看到画面已经出来了，遭到3架的无人机袭击，其中1架击中电力设施，引发火灾。这是阿联核能设施首度在区域战争当中
成为直接打击的目标。好，所以呢，现在美伊也释出了强硬的讯号，也就是说啊，这起攻击事件啊，说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对阿联酋近期空袭伊朗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的报复行动。好，那伊朗的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说啊，武装部队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军方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好，那阿联酋呢这边有些回应他说啊，正在调查无人机的攻击来源，那也宣布这一次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阿联酋完全有权对这类的恐怖袭击做出回应。无论袭击是否由主犯或是其代理人发动，他说这反映的就是伊朗的危险升级。好，那确实现在在伊朗节目上面也特别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有革命卫队他们演示如何使用突击步枪，但是呢，上头的国旗有玄机，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پرچم امارات رو بگیرم. احسنت. خب تشکیل خط نشانه رو بدین. حبس نفس. آتش. با نام و یاد الله آتش. یا الله. عالی. 哇，真的只有伊朗的节目能做出这样子的内容真的非常的惊吓。好，那当然他是向了这个阿联酋的国旗来开一枪这当然意有所指，很有讯号好，那当然阿联的核电厂遇袭沙烏地阿拉伯也拦截到了3架的无人机他们在同一天宣布拦截了3架自伊拉克方向来的无人机，而且予以摧毁。好，说据测无人机大概是由这个伊朗在背后支持的伊拉克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所发射的。好，那现在看到曾秘密参与美打伊朗的阿联酋跟沙国，现在都遭到伊朗的报复吗？好，那目前看到这个美国这野心很大伊朗的战事还没结束，还在谈判僵局，也不知道到底还要不要再打。结果呢，说在古巴附近美军已经密集的在出手了。好，说从2月以来美军已经公开执行至少25次的侦察任务，出动了 P8A 海上巡逻机、RC-135 电子情报机跟 MQ-4C 高空无人机等机种。好，那当然就是在古巴这边有一些关键的据点。好，那纽约时报也说这有几名的官员透露说，他们在这附近有加派无人机跟查机来巡逻，好，传达是美国正在进行监视的讯息。那美国官员说，确实美军可能因此出手，就是因为他们说古巴计划用无人机来攻击美国基地，似乎想用这样子的借口来采取所谓的军事行动。那有人就觉得美国是不是又在为开战来编理由呢？那古巴说美国是捏造了虚假文件为制裁跟侵略寻找借口。那现在大家还关心的就是纳坦雅胡，因为呢，以国的媒体说川普跟纳坦雅胡通电话，讨论的就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以黎的停火协议则是延长。那现在以色列仍然空袭黎南超过20个村庄。那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告急，以色列空袭夺7密。那现在真主党当然是痛批美方斡旋是一个死路。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中东局势相当的复杂。好，那当然现在美伊呢，是不是会把这个战火延烧到其他的国家？好，那包含的阿联还有沙国，现在都被伊朗说有报复行为。我们先问亮哥。我也看过报道，说沙特跟阿联有联手打伊朗，所以现在有点乱。是，好像就是一直谈判没有结果嘛，结果他们自己又打起来了。那现在伊朗就用无人机炸你，这样，这个挺麻烦的啦。不过我是觉得，本来以色列就在抱怨美国啦，说你都动员了，为什么不打？以色列是希望他打，那美国也有不少鹰派的媒体支持以色列的，也希望赶快打。华尔街日报就主张赶快打因为你这样耗着。绝对是输了，可打了又会赢吗？不，可是这2回事嘛。就你都已经动员完了不动，那是要干什么？这个久了连军心都会浮动。对，古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古巴并不是你有一个马杜罗你可以抓古巴它是一个政党它是革命政党在执政那选举不管他用什么方式选也许有镇压啦，干嘛？可是他是一个政党在执政，他并没有马杜罗
又不是说现在还有那个早年那个革命领袖，现在是选的啊。而且俄罗斯已经多次表态，说他一定会介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哦。我认为俄罗斯没有那么轻易就让美国把古巴干掉了。他经营多久了？俄罗斯大概经营了60几年了，1960年代就开始了。所以我认为俄罗斯在当地一定有非常多的军情人员啊等等啊，搞不好也有很多军备啦，也都在古巴哦。所以，因为前一阵子我有看到报道啊，说川普暂时考虑不打古巴，而且现在新闻又开始了。那这个就意味着他有很多东西是失控的。就你嘴巴这样讲，可是你的军方在准备嘛，那准备到一定的程度就浮上台面了。这个当然是川普自己的问题了啊，因为你现在如果要解决这么，因为我跟你讲，现在最近最麻烦的问题就是美债10年期的殖利率冲到4.5%，上升到5.1了。那可能是30年期的。对，我跟你讲啊，10年期到4.5%啊，太恐怖了。上一次对台股的冲击是跌30%。哇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事啊。当然美股也会跌了啊，因为你去想啊，如果10年期就有4.5%，我现在投资有降有跌嘛，那这个是固定的收益耶。我如果没有超过4.5%，我干嘛投资？我来买这个不就好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麻烦哦。所以其实美国股市也在紧张了，所以美国还要制造这么多新的变数吗？那要问川普哦，但是呢，我们都觉得古巴不可能，当初也觉得伊朗不可能哦，但是川普还是打了，对不对，赖教授？先谈一下阿联酋哈，阿联酋卷入这场战火是阿联酋自己找的，他并不是说无端的被卷入。我们看到阿联酋它脱离了这个 OPEC Plus 那它等于是跟海湾国家的其他的阿拉伯的联盟尤其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他们为敌了。那我们都知道，本来阿联酋跟沙特就不合，但是这个不合已经公开化了。而沙特所领导的这些国家，他们已经在跟伊朗谈互不侵犯条约，准备要签订了。那一旦签订完了以后，事实上阿联酋就孤立出来了那也就是说，阿联酋本身跟伊朗的战争，那就跟其他海湾国家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讯号。另外就是有太多的谣言也当然那是以色列故意放出来的，而阿联酋是否认的。那也就是以色列协助阿联酋，包括铁穹包括他的这个对伊朗的打仗等等。那这个阿联酋如果说他真的有装以色列的铁穹，大家都知道这种复杂的东西并不是你一般人马上仪器进来你就会操作，连我们一只手机新进来都不见得会，换了手机都不见得会操作。像我到现在还在适应那一只这个很难用的手机谁叫我的那一只华为坏了太久了，用了6年7年太久了。那换了以后，我到现在还是适应不良的一个阶段。这么简单的工作，对我老头子来讲都已经很困难了。可是当你不同的系统，而且它是很复杂的操作，那怎么可能？那一定是以色列的教官，甚至以色列士兵就在里面直接来操作了。伊朗已经多次指控说，交战的初期，阿联酋就已经介入了跟伊朗的战争。他一直在指控这一点。刚开始大家都以为就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对打，那伊朗一直在说阿联酋有涉入所以他才为了攻击阿联酋，而只是因为阿联酋涉入。那阿联酋他认为说，你在打以色列打的炮弹比打我还多，你打我打了2000多枚，打以色列才1000多枚，那你这凭什么可以这样做？好，不管如何，我们看到阿联酋的这一系列的举措，他好像跟海湾国家走得越远，他跟美国跟以色列走得越近。那走得越近的话，那对于伊朗来讲，把整个战争用在你这个阿联酋身上，那你说阿联酋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对于是那个阿联酋本身不是一件好事。古巴的问题
古巴的问题，我倒觉得，坦白说，风险是越来越高。俄国能不能容忍？但是俄国不能容忍，俄国有没有什么手段来处理？我觉得这个也考验普丁的问题了。普丁现在的首都莫斯科都被炸了啊。那他的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打了4年多了，比1战还长，快要破2战的记录了啊，搞不好搞到最后8年抗战了啊。那他是一个攻击方，搞8年抗战，这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古巴的危机啊，很有可能是川普如果能够再一度的复制委内瑞拉的话，说不定就把焦点转移到这边来了。是，好，风险高啊。顺丰委员怎么看？俄罗斯在今年阅兵的时候，坦克车没有出现，灰弹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怕伊朗怕乌克兰用无人机去攻击，这个像老大吗？这个像老大吗？实在是，他基本上俄罗斯本身因为过去所累积出来，还有蛮强大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它的生产力条件都还是可以的。可是这么样的一个国家要举办阅兵典礼的时候啊，既然坦克车不要出现，导弹不出现，不敢出现了。为什么？因为怕乌克，好像我都快讲不下去了，怎么会有这样？所以等下他要记住+1哦，那个1真的要好好努力了，那差很远啊。就真的被打啊，500架，这样子，乌克兰500架对攻莫斯科啊，所以他当时阅兵收起来也有道理了。是有一些最新战况了，在乌俄战争这边。对，一个先，但是这个不能改变整个的战略形势，对，这个是不能改变，只是战术上赢得一点掌声，但是不能改变。那俄罗斯现在的战略可以看出来，他现在已经也完全掌握了一个战略主动权了。我也不怕你们制裁我，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他也建造了一套战争下的生存模式。好，现在呢就来看看古巴，这古巴也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想不通，美国干嘛？美国为什么？美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子对付一个古巴几十年？有什么理由？你说古巴威胁他，古巴有什么能力威胁他？军力、国力、能力，没有一项可以威胁的嘛？只是因为不爽，所以说我的旁边，在我美国旁，既然有一个可以完全跟我不一样意识形态的国家，而且还可以活下去，我就搞不死他。只是因为这样子，这国家之间可以这么大的意气用事吗？那假如不应该，我们常常想，当呢这个共军呢，这个在围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讲，哎呀骚扰干扰，我们就要叫美国哇哇叫。那美国把军舰、把军力就摆在古巴的旁边的时候，那全世界为什么大家又竞争呢？所以我觉得从古巴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西方的社会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办法来向大家说明，他凭什么来违禁的古巴这么几十年。